头痛欲裂，头部一侧隐隐作痛，疼痛还会蔓延到头部其他部位，有时一痛就痛上好几个小时，甚至好几天。严重时还会感觉恶心、呕吐，以及对灯光和嘈杂声极度敏感。如果你的头痛有这些特征，那很可能就不是普通头痛，而是较严重的偏头痛。它是一个人头脑一种性质，会带着你一生的。我们可以讲说是没有治疗，你没有办法断根，可是可以应付来控制它的那个头痛的症状。偏头痛是头痛的一种，比起其他类型，例如紧张型头痛，偏头痛所引起的反应较严重。有的人会因为喝了含有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，或者是吃了特定食物而偏头痛发作。另外一些环境和精神因素，如紧张、过度劳累、月经、强光也会诱发。不过整体而言，医学研究至今仍然无法准确断定偏头痛的起因，只知道偏头痛主要是由于脑部的化学成分起了变化。Okay, come in. 34岁的郭鹏俊自上大学开始就被头痛问题困扰。我是从后部那边开始，它就会慢慢拉下去。如果我不吃药，它就会持续，它会变成整个头的一边就开始很痛。如果是更严重了，我就会开始呕吐。彭俊表示，自己当时吃止痛药仍然不见效，脑部扫描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状况，最后才被诊断出患有偏头痛。医生也是有跟我讲过，看是不是饮食的问题啊，还是不够睡的问题啊，还是生活中的问题。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，因为我有做晚班，只要我做晚班，另一天我就会复发，就是开始头痛更严重，我就会开始呕吐。很多头痛专家说，你需要有一个很平淡的生活，你需要按时起床睡觉，按时吃你的饭，喝水，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，例如运动，然后不要有生活上的压力，这样会减轻那个头痛的次数。病人不想要吃药的话呢，他们可以考虑打针。打针呢就有包括肉毒杆菌的打针，通常是要打在头部跟颈部的不同位置，它是可以有效至3个月，让那个病人可以降低头痛的次数。有研究显示，偏头痛往往伴随着其他疾病，例如焦虑或失眠等。研究也发现，偏头痛是遗传性疾病，所以如果家人有这个问题，那患偏头痛的几率也会提高。新加坡的湿热的气候比较大，所以呢湿气比较重，这个对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多。说人的湿气比较重的话呢，它的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会受影响，阻滞了这个头部的话，就会产生湿浊性的头痛。在用药方面，因为中医呢对头痛的认识呢是有很多症型，所以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症状、舌苔脉象，看他是热气比较大呢，还是常常时发时止，有一些人还伴有一些胸闷呢，有一些是气血亏虚，经常疲累呀。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的不同，我们就会配不同的药物。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呢，我们在临床上也采取针灸的治疗。针灸对于偏头痛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，它有个很好的止痛效果。那在取穴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除了头痛嘛，我们就是头部的穴位以外呢，我们也会循经取一些手和脚的穴位。人体来讲呢，头、手、脚这个5个点呢，都是人体的最远端的。在远端的这方面治疗呢，它是相互有连接的，这个联系互相有影响到的。中医师建议，不管是预防还是缓解偏头痛，病患能够用手指按着太阳穴，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反复揉按50次左右，每天早晚各揉1次。另一种预防偏头痛发作的方法就是梳摩。把你的食指呢放在头痛的具体部位上呢，进行像梳子梳头一样，但是这种梳法呢要轻，可是速度要快，这样子的，这叫梳摩。我们这种梳摩的方法呢，都会建议病人有时间就可以做。那么每一次梳摩大概50次到100次啊。偏头痛的病人，你常常梳呢，的疏通经络，气血运行好了以后，它也会预防头痛的发作。由于偏头痛病患往往是热性质，中医建议偏头痛病患饮食要清淡，避免辛辣油腻的食物，同时也可多喝菊花、薄荷等花茶，清热解毒，有助缓解疼痛程度。